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说新语。现在啊，就咱们在看视频聊天的时候啊，天上啊，全球天空里边啊，应该有超过9000架客机在云端穿行。那每一架飞机背后啊，都有着数百人的故事啊，有出差的啊，有家庭团聚的，有求学的、留学的，是吧？啊，各种各样的。在这么大的这个航空网络中啊，每天啊都有无数的精彩和意外，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啊能生存下去的原因。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3个刚刚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啊，他们来自不同的地点，涉及不同的人群，且共同啊反映了现在航空业的一个生动的切面啊，就是这种精密和脆弱并存的机械世界，人才和国界交织的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以及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人性的瞬间。首先啊，我们把目光投向纽约。2025年8月18号啊，就是昨天深夜23点40分啊，在1号航站楼的 F 登机口，237名乘客呢正陆续登上法国航空 AF9 航班啊，这是一架波音777-300ER啊，注册号是 FGSQL， 机龄呢仅仅8年，挺新的，属于是法航机队中的青壮年啊。那对于搭乘这班红眼航班的乘客来说呀，在接下来的7小时15分钟的飞行时间里面呢，原本就应该在睡梦中度过，等待他们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啊醒来的时候呢，会是当地时间的清晨，一个全新的欧洲之旅就开始了啊。但是起飞后啊，仅仅半小时啊，飞机就出了问题了。这架双发宽体客机啊，平稳地爬升到了35000英尺的巡航高度。机舱里边乘客呢，有的已经睡了啊，有的还在看这个座椅口袋里边杂志啊，或者是听音乐。这时候在驾驶舱内啊，一个微小但致命的警告灯悄然的亮起来了。机长和副机长收到了他们最不愿意在这时候看到的信息：飞机右发动机出现故障，诱发失效。对于任何一名职业飞行员来说呀，发动机故障是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况之一，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印度航空 AI171航班，是吧？但是在法航 AF9 的驾驶舱内啊，机长和副机长他的反应啊，绝对是教科书式的啊专业素养。波音777呢，是被誉为全球最安全的商用客机之一啊。它的双发设计呢，遵循严格的180分钟 ETOPS 标准，就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仅凭一台发动机，这架飞机也能安全的飞行整整3个小时。但是安全标准和现实操作那是两回事，对吧？所以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严格规定啊，任何跨洋航班啊，在遭遇了发动机故障后，都必须立刻寻求就近备降，绝不能冒险啊继续长距离飞行。所以波音777啊，作为这么一款极为成熟和安全的双发远程客机呢，那么实际上啊，坚持飞往目的地是有可能的，但是机组人员还是没有犹豫，做出了最专业也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返航啊。那对于乘客来说呢，这个返航过程呢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啊。除了客舱灯光被点亮啊，空乘人员呢要求大家打开遮光板，以便进行目视检查之外，飞机本身没有剧烈的颠簸或异常啊，肯定发动机也没有起火。机长呢通过广播啊告诉大家，飞机遇到技术问题，但一切尽在掌握。为了绝对安全啊，我们必须返回纽约。凌晨1点22分。AF9 航班啊，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的04L 跑道啊平稳着陆。跑道两侧呢是消防车、救护车和机场的各种应急车辆，一排在那待命的，这种闪光灯啊格外醒目。这是标准的应急着陆程序，虽然风险很低，但是任何一个细节啊都不应该被忽视。但是对于飞机上这237名乘客来说，哎呦，那可就麻烦了，真正的考验在开始啊，是吧？你因为是计划外的这种返航，所以机场的地面服务措施呢没有完全准备到位，而且行李传送带呢还故障了整整40分钟。部分乘客啊，他托运行李直到凌晨3点才取出，这熬人不熬人？所以法航的客服柜台前面也排起了长队，这乘客很疲惫啊，你还是需要重新安排住宿和改签航班。
所以原本呢应该在，是吧？巴黎清晨醒来的时候，这个夜晚就变得格外漫长。整个世界啊，就再次证明了我们现代航空业的核心原则：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safety first， 是吧？任何时刻啊，这个都要和这个安排啊，都要给安全让路啊，商业利益也是这样。所以当 AF9 航班的这个乘客们正在处理改签手续的时候啊，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一个更加深刻的跨洋故事，引发了相关行业这些关注者的这个注意啊。这故事主人公啊是周明博士，或者叫周明院士。你如果说 AF9 航班啊，它是现代航空工程的体现，那么周明博士的工作呀，就是让这些钢铁巨鸟能够飞翔的关键啊。作为结构优化和仿真驱动设计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啊，周博士呢长期担任美国工程软件巨头就 Altair 公司的全球高级副总裁。那在他主导下开发的工业仿真软件啊，被波音、空客、通用电气这些全球顶级的制造企业是广泛使用。所以有行业专家就说呀，周博士的技术成果呀，直接影响了现代航空器的设计。从波音787的这个复合材料机身，到空客 A380的这个超大型结构，都离不开他开发的这个优化算法和仿真技术啊。那么2024年2月呀，周明博士呢获得了美国工程师的最高荣誉，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这个称号啊，分量有多重呢？全美每年当选的工程院院士啊，不超过100人。前年吧，应该是马斯克和老黄啊，也都当了工程院院士。那其中华人面孔啊，更是屈指可数啊。对于任何一名工程师来说，都标志着职业生涯的巅峰。就在所有人认为他会在美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呢，周博士啊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在上个月啊，2025年的7月，周明博士啊正式宣布辞去了 Altair 公司的所有职务，选择呢全职回到中国，担任宁波的东方理工大学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所以这个选择背后啊，充满了很多值得我们解读的这种迷思啊。一方面啊，这个东方理工大学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应该是个民办学校，非常年轻。但是实际上呢，还是背景雄厚的啊，致力于呢用世界级的资源和待遇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据说他已经签约引进的院士学者已经超过了15位，15个院士。另一方面呢，这个周博士的回归啊，也是现在国际人才和技术竞争日益这种激烈的微妙时刻啊。在一些网络讨论中里边，人们甚至联想到过去的所谓千人计划以及背后复杂的这种国际政治博弈。有人说，如果他真有本事，他不应该投奔大飞机项目啊？话说呀，如果你是周院士，你会这么做吗？这个世界其实聪明人还是很多的啊，大概率是不会的。所以我们没法断言周博士选择背后的全部考量啊，但这肯定是全球这种顶尖科技工程人才流动趋势的一个重要的切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这种职业选择，更可能是一个时代背景下关于机遇、发展以及归属的这种复杂叙事。也许呢是这个东方理工大学啊，它的人才引进策略是过于激进了，太优厚了。他们提供的呢不仅是这种优厚的薪酬待遇，更是一个从零开始打造世界级研究机构的这种历史性机会。对于顶尖的科学家来说，这种机遇也是极其难得的啊！你来了就是老大，是吧？但是有一点确定的啊，这个选择影响呢不仅是他个人的职业轨迹更可能是改变中国工程仿真技术的一些关键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啊！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每一个个体的选择都可能具有超越他个人选择的这种历史意义。好吧，我们说了2个稍微严肃的话题，我们说说这个乐子啊，机场候机楼发生的一个乐子啊，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啊。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美国在波士顿的这个洛根国际机场的 C 航站楼啊。如果您经常搭乘美国的这个国内航班就这一定不会陌生。就是明亮的候机大厅规整的这个登机门，还有那些永远在滚动的 CNN 或者布隆伯格的这些新闻标题，对吧？
在8月17号下午2点30分啊，捷兰航空124航班的登机门口前啊，大约80名乘客正在安静地等待着登机。有人在低头看手机，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翻阅杂志，是吧？就是美国机场啊这种最平静不过的午后时光了啊。这时候啊，直到出来一位穿着红色内衣的中年男子，开始在候机区做起了幺蛾子。他做起了瑜伽，穿着一个红色的短裤。起初呢，周围的乘客呢也是好奇的看了几眼，毕竟啊，在机场做点伸展运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接下来的事情啊，就彻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人呢，他先是把上衣脱了，然后把裤子也脱了，最后把内衣也脱了，就这样光着身子站在那儿，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咕咕叨叨的。整个候机区就安静下来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时候，哎，该警察出来了，是吧？机场的警方啊，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接到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报警后啊，在几分钟之内啊，2名警察啊就赶到了现场，他们用毯子来遮住了这名男子，并把他带离了候机区。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平静的啊，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或者意外。但是这个事儿啊，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美国的机场里边啊，这种裸体闹剧它不是孤立，就在机场脱光了，那不是一个两个的事儿。其实呢，在世界各大机场、各大知名景点都有啊，这不光美国有。我们翻译一下过去几年啊，这个新闻记录，你会发现，美国各大机场呢就时有发生。在2023年，就是前年，在底特律机场啊，有一名完全裸体的男子呢，竟然通过了 TSA 安检啊，直接冲进了候机区。2022年，在迈阿密机场啊，有一名女性乘客脱光了衣服，冲击了安检口，最终被执法人员用电击枪制服了。2021年呢，亚特兰大机场有一个男子呢，也是赤身裸体，在航站楼里边是闲庭信步，跟他家后院一样，是吧？还有就是2020年啊，在达拉斯机场啊，有一名裸体乘客呢，试图登上正在滑行的飞机。那心理学家呀，解读这类现象呢，一般说这类行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呢可能是精神疾病的表现，有些可能是酒精啊或者药物的影响，还有一些可能是对现实的这种极端的逃避。那机场作为一个高压力、高焦虑的这么一个环境，确实啊容易诱发某些人的这种异常行为啊。所以对于机场管理部门来说呀，这类事件虽然罕见，但是必须认真对待啊。这个跟球场上一样，是吧？时不时有个球迷就光着身子奔过去了，因为这事看起来荒诞啊。实际上，它考验了什么呢？机场的安保体系的应急反应能力。那从法律角度来说呀，这种行为呢，通常会面临包括在公共场所，这个威胁暴露啊，扰乱公共秩序啊，多项指控啊。当事人呢，往往需要接受这种心理健康的评估，以及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一般来说呀，这种行为呢看起来比较滑稽，但在法律上呢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如果这个人没有精神系统的疾病，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可能还会被列入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黑名单，以后呢会坐飞机就麻烦了啊。所以波士顿机场的这件事儿啊，这个男子呢最终呢是送到了当地的这个医院嘛，接受心理健康评估。航班呢是正常起飞了，乘客呢也算是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这个候机的这个花絮，是吧？我们说航空业啊，通常被称为缩小世界的行业。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3个小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啊，折射出了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技术进步以及局限啊，全球的这种合作啊，大国间的竞争以及人性的这种脆弱啊。每一次起飞和降落，每一次跨越国界的旅行，每一个在候机楼里边等待的这个人都他们身上都有我们比我们想象里边更丰富的故事。但是笑话归笑话啊，这类事件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里边呢，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压力。当我们嘲笑这些荒诞行为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如何为周边那些濒临崩溃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都崩了，
你身边没一个正常的。哇塞，挺住啊，兄弟，我来了啊！咱们下期再会，拜拜。